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墨频道。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惑？学了很久，练了很久，为什么书法总是没有进步？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书法教学效率极其低下，老师要求你先学楷书，再学行书，最后才学草书，这样不仅耗时，还容易失去兴趣。而简墨独创的楷行草一体教学法就彻底打破了这个局限。楷行草三体同时学，轮替学、交织学，学习效率是传统方法的5倍。任何人都可以跟随简墨老师，从第一个字的学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极高的效率。今天我们就从千字文的开篇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8个字开始，带你真正体验这种颠覆性的高效教学法。在示范开始之前，送你一个小技巧：边看视频边用手指在空中或桌面上模拟书写，每一次手指的动作都是一次练习，效果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而且在视频最后还会告诉你一种最高效的练字方法，能让你少走99%的人都正在走的弯路。所以请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。现在示范第一个字“天”，楷书第一横粗短，第二横细长轻盈，与短横形成对比。撇如断象牙，捺如武士刀，捺要舒展，可适当拉长。行书第一种写法偏楷体，撇捺舒展；第二种写法更多连笔，捺写成捺点。草书第一种一笔写成流畅，第二种横画独立舒展，字形更典雅。第二个字“地”，楷书左边土部要写得窄而高，右边的也靠左边收紧，弯钩要写得矮而扁，并往右伸得足够远。行书第一种写法左右是独立的，第二种写法左边土的题和右边野的横画连起来，这样更流畅。草书第一种写法省略笔画，一气呵成。第二种写法笔画无省略，略复杂。第三个字“悬”，楷书横画要拉长，取上宽下窄之势，左下的挑要略粗，最后的点要略长，这样视觉上才平衡。行书中间部分一笔写成，转折要有力。草书写法类似行书，但通常省略最后一点。第四个字“黄”，楷书第一横短，第二横要拉长，要写出弧度，要有张力。当然这不容易，中间游的中数要落在整个字的中轴线上，下面2点要顶稳上部，做到左右均衡。行书注意保留横画之间细若游丝的牵连，更显生动。下面2点稍宽，呈左右呼应之势。草书3笔写完，第一笔横画拉长，第二笔要一气呵成，最后一点不要草率。要诀：写黄就像搭一个建筑，稳而有变。第5个字“雨”，楷书宝盖要写得宽大，给下面留出空间。于第一横粗短，上弯，
第二横细长下弯，竖钩要微弯，要有张力。行书，宝盖左长右短，余竖钩适当拉长，要有玉树临风的美感。草书，宝盖一笔写成，余一笔写成，这样就做到了既流畅又不凌乱。第6个字皱，楷书宝盖的点要写得饱满，横要写出弧度，下面油的左右竖要往外弧，中竖略粗，与宝盖的点都处在中心轴上。行书，宝盖部分笔断意不断，由行书通常先写中竖，再连写两横。草书，一笔写完宝盖和油的外框，第二笔加上中竖和中横。第7个字红，楷书3点分布成弧线，中间一点往外凸，右边的共字两横上短下长，两竖左短右长，两点成8字顶住上面的两竖。行书第一种写法，3点水的后2点连起来，右边和楷书类似。第二种写法，右边的第一横变两短横，短横成点状，字形更有动感。草书第一种写法，3点水突出第一点的形态，有断有连。第二种写法，3点和右边横画合并，余下一笔完成，字形更有流动感。第8个字荒，楷书第一种写法类似于野字的写法，也就是最后一笔右弯钩要伸得足够长。第二种写法就是最后一笔回锋收回来，不伸出去。行书第一种写法类似于楷书第二种写法，第二种写法最后3笔连起来写，笔断一连。草书从上到下一气呵成，最后3笔省略成3点。好，8个字我们示范完了，但是想真正练好字，还需要掌握最正确的方法。来看看，这是99%的人练字的方式，一个字写几十上百遍，结果最后一遍还不如第一遍。这样练字有用吗？完全没用，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。简末告诉你一条至关重要的练字准则：一个字最多写2遍，就要换下一个字。因为写多了，注意力会下降，动作会变得麻木，而保持新鲜感才是进步的关键。每一次落笔都像第一次写，这样才能敏锐、专注、进步飞快。这就是楷行草一体方法的核心。下一期视频，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千字文的后8字。记得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